你打算当这个地球的保护神是不是？你的存在是多余的，让你领教一下我们基里埃洛的人愤怒的样子。我一直认为这是迪迦最具深度的单集之一，因为它不仅辩证了人类的信仰与勇气，而且也隐喻了现实中恐惧威胁的心理手段。虽然这集传达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但其最主要的目的已经达成。所谓英雄，就是凡人孤注一掷信仰的勇气。那么故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？那就让我们走进这集《恶魔的预言》。本集故事以居间会为主角，应邀参加了一档采访节目。虽然迪迦只是出现过2次，但居间会坚定地向公众传达了迪迦是人类守护神的理论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一语激起千层浪。此时主持人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附身。我告诉你们，地球马上就会重生，这个火焰将把一切污秽烧得一干二净。基里埃洛的人将统治地球，马上证明给你们看。面对基里埃洛德人的预言威胁，居间会突然预感到了什么，随后在下达戒备命令后，刚走出楼外，一栋楼在顷刻间爆炸。这就是证明。于是 TPC 总部马上开展了会议。身为鹰派领导的吉冈长官认为居间会的言论过于轻率，因为迪迦奥特曼的力量过于强大，无法将这个力量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，永远都是一个未知隐患。所以在后续剧场版最终圣战中，鹰派就以调查超古代遗迹为由，企图掌握黑暗巨人的力量。面对舆论的压力以及高层鹰派的质疑，居间会依然坚信迪迦是来保护人类的。而就在居间会返回卧室时，突然发现一个人形幽灵一闪而过，可又不知所踪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幽灵已经变成人类，出现在居间会休息室中。你是基里埃洛的人？我是一个预言家。机警的居间会打开了监控语音，收到消息的大古丽娜随即前往埋伏。原来基里埃洛德人试图通过制造爆炸和恐吓居间会，证明自己比迪迦更适合成为人类的守护者，甚至威胁照片中居间会的孩子，逼迫他屈服。这一设定直指现实中的霸权主义与舆论战，尤其是对某些国家以救世主自居的讽刺。你愿意吗？但此时居间会仍然不为所动，真可惜。因此基里埃洛德人离开后，便开始了第2波的恐吓预言。那个男的呢？男的？没有人从你房间出来啊？怎么可能 ？K1 地区。果不其然 ，K1 地区的一栋大厦轰然爆炸，许许多多的无辜人民丧生其中。但因为无法确认敌人的攻击形式，只能从基里埃洛德人的身份入手。居间会拿起照片的同时，想到了此前基里埃洛德人有留下的指纹，因此通过指纹搜索确认了其住址位置。可在居间会来到其住址时，万万没想到房子的主人板桥光雄早已在3年前离世。此时基里埃洛德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几发光线便将居间会控制在了墙上。也再次向居间会说明，明明迪迦比他们晚来地球，却想要做地球的守护神，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。就在这时，大古及时出现，并用烟雾枪驱逐了基里埃洛德人，但其离开前再次留下了预言：人生的火焰接下来要烧到的地方就是这里。你说什么？此时胜利队总部也探寻到预言的位置下方有剧烈的能量反应，因此准备利用微波炮阻止爆炸的产生。为了不伤及群众，大古也在尽力疏散人群。而就在发生爆炸最后几秒之时，人群终于疏散，星城队员来到位置上空，准备发射微波炮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居间会并未撤离。就在微波炮发射的一刹那，大古也变身迪迦，救下了居间会。但此时一道基里埃洛德人的声音传来：迪迦奥特曼，我一直在等着你。在原剧本中，迪迦本要在被质问时开口说话，但最终被否决。这一改动堪称神来之笔，真正的英雄无需自辩，行动即是最好的宣言。随着基里埃洛德人应声巨大化，一场守护神之战就此展开。但真正的守护者从不以恐惧为武器，而是以希望为纽带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大古的格斗技巧愈发熟练，在转换成敏捷形态后，全程压制着基里埃洛德人。这一段夜戏打斗堪称经典。此时基里埃洛德人发射火焰做出了反击，迪迦计时器也亮起红灯，开始象征性吃瘪。但在居间会的声援之下，再次激起迪迦的斗志。我一直相信你一定会保护我们地球人类的，求求你站起来吧！于是迪迦在躲过攻击之后，一发冷冻光线射向对方，基里埃洛德人直接被冰封，随后转换成复合形态后，随即发射在佩利奥光线将基里埃洛德人击死。但迪迦与基里埃洛德人的战斗并未结束，因为在人类当中依然还有基里埃洛德人潜藏着。这一场关乎地球命运之战，是人类信仰与勇气的体现。居间会面对威胁仍坚持信任迪迦，像极了生活中坚守信念的普通人。同时，这一集也确立了迪迦在人类心中守护神的身份。加上前2集的迪迦觉醒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，构建了平成系奥特曼的核心主题。
人类勇气与光之力量的结合。我是小天，我们第4集再见。